在我们今天的一期节目中，我将向大家介绍构建全球第一座软土生成地下试验场的设想。这个就归在我们这个隧道创新板块吧。从我们这个节目的第一期台沙基的节目当中，我就已经提到，我们岩土工程界的共识就是现场监测、室内试验和理论分析。在我们国内的很多大城市这个建设过程当中，我们开始越来越多的进入到地下。以上海为例，这个我们的地下空间的开发已经进入到40米以下，也就是进入到深层地下空间。但是呢，我们并不了解这个深层地下空间，这个它的那个土压力真实的是多少。如果是有蹬钩机或者是隧道掘进机在底下挖掘的话，那它的受力的一个特征是一个什么回事？所以所有这一些呢，就在提醒我们，在进行大规模的深层地下空间开发当中，我们需要透彻的了解深层的地下空间的水文工程地质条件，也需要了解我们的这个通常所使用的地下空间的那个挖掘的设备啊，能不能在深层地下空间当中有效的使用？特别是如果有新的工艺、新的材料，也需要在这样一个试验场呢进行现场的验证。如果是成功了，把它推广到工程建设当中去，那样风险是最小的。所以根据这样一个设想，我们团队呢获得了上海市科委的软课题。这个课题呢最近呢已经通过了这个验收，获得了专家的很高的评价。在我们这个课题当中呢，我们研究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团队当中的成员是由法律的、搞规划的、搞设计、搞施工、搞岩土勘察，以及这个我们的大学。在这样一个具有这个综合知识背景的这样一个团队的协作下，我们完成了这个我们这个科委这个题目的所给我们提出的一些任务啊。我们这个课题呢，实际上呢是为上海市政府将来要进行这个深层地下空间试验场建设呢，提供了一个前瞻性的这样一个报告。在我们这个报告当中，我们研究了这个应该是在上海哪些地方适合修建这个地下试验场。我们初步的结论呢是放在上海郊区的这个郊野公园。因为你在郊野公园下面挖地下结构的话呢，相对来说呢，对周边的环境影响是最小的。我们为了能够实现这个开挖的这个空间能够有效的利用，而不是说挖完这个空间以后去养蚊子啊，那么我们要让挖出来的空间呢产生它的经济效益，使得就是说大家参与这个试验的这些单位呢，也能够从中呢获取一个经济的收益啊。我们也提出了很多有趣的想法，比如说挖出来的地下空间啊，可以作为地下的储水库，也可以作为地下的金库啊，还可以作为地下的墓地。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上海人啊，这个离开这个世界以后，就这个墓地都是很难找的啊，到那个其他的省市去解决这个墓地，实际上也是一个我们上海的一个痛点。但是如果我们挖出来的这块地下空间能够用作为地下墓地的话，实际上也解决了我们上海人这个离开这个世界以后的这个一个安排啊，这应该是也是一个民生工程。那么根据我们这个研究呢，我们也不是说仅仅关起门来啊自己这个去讨论，我们实际上呢也参观了世界上已有的综合性的深层地下试验场，比如说这个瑞士的哈根巴克试验场，法国的深层试验基地啊，还有呢就是那个捷克的试验场啊。那么有些试验场我们所看到呢，并非综合性的试验场，比如说捷克的，它是原来是一个金矿啊，然后呢利用这个挖完金矿以后呢，就把这个空间呢作为一个试验场。它实际上就是说核废料啊，怎么样就是有效的把核废料封闭在地下空间当中，不让它泄漏。这个核废料的这个储存呢是一个难题。
如果一旦泄漏的话呢，会给环境带来重大的问题。所以怎么样把核废料呢有效的储存？那么这个核废料在储存的话，它不是100年啊，它需要储存甚至于1万年啊。所以呢，你必须要有非常可靠的办法。也不能仅仅通过计算啊就来做决定，所以需要找一个地方呢进行监测，了解什么样的材料。当然，现在基本上倾向于用那个硼纶土啊来隔绝。那么它的随着时间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温度的关系啊？这个非常也是有意义的一种单向性的试验。这个哈根巴克实验室呢，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了。它实际上一开始从上个世纪70年代啊，它就已经进行了一个设计规划。那一块土地呢是一个山底下。当然是属于瑞士国家的，但是呢，它采用了市场化的一种运行的一种规则。材料供应商也好，承包商也好，他们带着各自的材料设备到这个地方来挖隧道。挖隧道的目的不是挖隧道，就是说试验他们的设备，试验他们的材料啊，使他们的这个设备和材料呢，通过这些试验呢，能够提升它的这个效果，提升它的这个设备的一种功能的一种品质，然后呢，用到那个真实的工程当中去呢，风险就少了很多啊。这样的话呢，就是在那里就通过半个世纪挖下来啊，就挖出一个很大的空间，但是挖出来的空间也不能浪费啊。他们就作为一个国际会议的这个会议场所，我也曾经在那里多次开过会，包括搞培训啊，甚至于在那里可以举行一个非常大的宴会啊，音乐，包括这个对一些灾难性的这个试验，比如说那个列车如果着火了怎么灭火啊，就把这个列车枪就放在这个里边，然后呢烧一把火，让它烧一下啊，看看这个怎么来灭它效果最好。甚至于最有意思的是说，他们在这个里边呢进行一个模拟，就是这个植物啊，比如说那个蔬菜，它怎么样在没有阳光的情况下靠灯照啊就能够那个长出来。也就是在地下的话，将来就是没有阳光，它也能够种出蔬菜来啊。那么也进行一个试验，非常有趣啊。然后呢，形成一个小的循环，养了一些鱼，鱼的那个排泄物呢，就作为肥料灌到这个蔬菜的土壤当中，然后土壤有一个过滤的作用，过滤了以后，肥料呢就是有益于这个植物的生长。然后呢，过滤以后的水呢，再循环到这个鱼池当中，就是在我们地下空间，当没有阳光的时候呢，也能够有农业。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探索。我想呢，我们呢，上海的话呢，是要对标国际先进啊，我们应该也有这个能力啊，只要我们找到这个地方啊，在这个市领导的这个直接的这个关注下，我相信呢，我们上海呢，迟早呢，也会有这样一个综合地下试验场。如果我们启动的早，将会是世界上第一个软土综合地下实验室。我把这个想法呢和瑞士哈根巴克实验室的主任呢跟他们沟通过的，他们也非常期待说，如果我们建成以后啊，我们可以跟瑞士的试验场呢形成2个不同的平台，我们是软土，他们是岩石，我们呢可以进行国际合作。比如说涉及到软土方面呢，就到我们这里来做试验；涉及到岩石方面呢，就到他们那里来做试验啊。所以这是一个我们非常好的一个设想。